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立委李承峰，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马斯克跟川普真的是闹翻了，话越说越凶哦。从一开始呢，就是淡淡的讲说，哎呀，他们现在就是有更重要事情要做嘛。但是呢，现在直接是开骂了，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马斯克个性也是很凶很呛的，只是说前一阵子好像比较收敛一点，因为毕竟在这个川普底下，这个效率部在做事情嘛。然后，但是他现在猛批川普政府的这个大而美法案哦，他说令人作呕啊。他说抱歉，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这项规模庞大、荒唐可笑、充斥政治操弄的国会支出法案，实在是令人作呕。那些投票支持这个法案的人太可耻了，你们心知肚明，知道自己做错了。那其实，在5月底的时候，他那时候讲的比较收敛，他说：“这个法案可以庞大，也可以美丽，但是我不知道能否又大又美，这是我的看法。”现在是直接说令人作呕，本来还给川普留点面子，现在是直接不忍了。那这一番话，人家也去问了一下白宫哦。那白宫发言人李维特就讲说，马斯克言论不会改变总统的看法。他说，这个川普总统是已经知道他的立场了，但是他仍旧会继续坚持下去。那再来看到了这个现在现在就是川普政府里面都是些什么样的官哦？美国紧急事务管理总署署长呢？他就讲啊，他就说从来不知道美国有飓风啊！哎呦，你不知道，我们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一天到晚看新闻 ，CNN 主播呢，每次到飓风的时候，哇，飓风多大多大，我们其实全球都看得到那个影片。结果你担任署长，你不知道飓风，那所以后来他们就赶快有人出来擦他屁股啊，就讲说，哎呀，他只是一个玩笑话啦，早就为飓风季做好准备啦。那我们看到了这个民主党的领袖舒默就讲说，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还没有被炒鱿鱼，可以讲出这么不靠谱的话。那其实他们教育部长不是那个 AI 也讲成 A1 吗？现在不是也还留在那儿？所以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在川普政府里做官啊？真是。那看看这个现在。因为这个整个美国的经济前景堪忧，所以很多的科技巨头已经传出在裁员的消息。比方说微软，这个微软真的是这个算是全球的这个巨头了。他现在宣布要裁员，全球要裁3%，也就是6000人哦。业界预估呢，这个人力的调整应该是全球各地各层级各领域，也就是说这个规模非常的大呀。那最惨呢，恐怕会要倒闭退出市场嘛。现在当然这可能不见得会立即发生哦，但是的确是显示出来美国经济前景堪忧，而且最近连迪士尼都在裁减。迪士尼现在也在裁减一些相关的电视啊跟电影产业的员工，因为大家如果有去订这个 Disney Plus 的话，其实看起来它跟这个 Netflix 的一些片单就是相较起来，好像数量上面跟种类上面就没有那么多那么新，自己拍出来的这些这个等于说影视作品也没有那么的叫座。但是最近有一点扭转了，靠的是谁？结果竟然靠的是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最近有一部片《藏海传》，就是肖战的这一部《藏海传》其实是央视这主导的这个拍摄的《藏海传》。那 Disney 它就是买下了这个播映权，在台湾、香港很多的年轻人也都在看，也都在追这个《藏海传》那所以呢，这个因着 Disney Plus 买下了这个《藏海传》的播出权这一波真的是赚的红利满满的，播放量已经破了10亿这是算到5月底的数字那原本呢，这个《藏海传》一直在央视的8台，就是戏剧台播出，今天要完结篇了。那但是呢，明天开始要到央视的1台来播出，所以看起来这一股热潮还在延续当中。可是你看 Disney 还得要靠着这个大陆拍出来的这个影视剧才能够赚到这一波流量，所以是不是也显示出来现在美国自己他们的电影产业也是深受重创那再来中美的科技战，现在北京的稀土重把看起来是还没有用完但是呢，显然北京已经不会像这个川普第一任期那样子轻易让步了。现在中方追求的
的是要将这个日内瓦协议调降关税的措施永久化，而且呢还要再进一步要求美方允许中方可以购买一些原本限制不可以购买的晶片了。所以现在这个晶片战看起来可能会朝向这个方向来进行谈判。那还有华盛顿大学的教授他有提到，这个呢美国在矿产领域的投资，这个是解决问题的长期方案，但是短期上面美国仍然是受到中国大陆的贸易政策影响，也就意味着未来美国在5到10年想要获得这些矿产，你必须得要跟中方保持着贸易关系，不是你可以任性的，你没有这个任性的条件。现在啊，全球的车企都因着缺少稀土从雨刷、马达到刹车感应器其实都面临到接下来生产上面的问题，缺了稀土怎么生产呢？所以现在各国都很头痛引发强烈的震动，官员们紧急在寻找可以有效的替代方案，但是呢，恐怕今年新车会在夏末前陷入停滞的危机，因为缺乏这个稀土。那还有 AI 的竞赛，也有这个美国的众议员他讲说，美国其实不应该要用现在这种手法，你想要牵制对手的速度，你不是去限制啊，你应该是要去把自己弄得更强，你要去争取 AI 人才，而不是去撤销这个国际学生的签证那你看到现在中国大陆最近几年加速建立数据中心，其实不但每个省都拥有至少1座的这个数据中心甚至还在东南亚，比方说马来西亚、印尼这边都有建这些数据中心那有助于中国大陆来规避美国对于晶片和 AI 科技的出口限制。好，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我想这一次马斯克是真的是忍不住了，他也是说他真的是忍不住了，要把他心里的话讲出来，就是对于这个川普他所推动的这个大而美法案的不满。他是有一个数据他说预算局美国的国家预算财政预算算出来了，这个法案如果通过的话，会为美国的已经目前是36.2兆的这个所谓的负债，美国联邦这种负债会再增加3.8兆，所以一个预算就会让美国的负债增加3.8兆，可见这个预算是怎么样？是入不敷出的嘛？也就是说，它是一种什么？一种赤字预算的概念。这个跟马斯克当初跟川普的共同认识是不一样的，因为他都认为联邦政府太浪费了，所以就派他来，不是来砍人，来缩减联邦预算嘛，对不对？他也就照着川普的意思去做的那么认真，也不会砍掉1000多亿的预算这里面还砍了很多人，比如说把这个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联邦救济总署还有美国的这个什么的这些什么美国之音这些机构都砍掉了，那些人都恨死他了。结果呢，也不过砍掉1000多亿的预算，结果川普一个这个大而美就增加了3.8兆的预算的赤字，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他实在是忍无可忍，他会觉得之前都白川普你是在耍我吗？对不对？那川普事实上是有说了，他说这个我没办法，因为你任何预算你要经过国会通过，那意思就是说这个责任不在川普，而在美国国会。你说美国国会事实上是没错，是很怎么样？是很这个怎么讲呢？是很这个贪婪的他们这些国会议员会主动加很多这些钱去游说行政部门你这个东西你要做这件事，你要做那件事。其实就是为了自己的选区争取利益嘛，这无可厚非嘛。不过你行政部门可以不允许对。可是川普事实上的话好大喜功人家就是说你马上你6月的这个你这个在这个月你要进行这个阅兵，要花掉4000多万美金对。那你这个钱都这样花的吗？随便都这样花。然后这个华盛顿的市长也跟他讲说，这个不行你那个坦克一来的话，我们这个道路很多桥都承受不住你要给我钱，我要加强这个桥的这个载重量，所以这些钱本来都没有花的，都是川普要来花的。对，他喜欢花就花，好大喜功。所以我觉得马斯克是不怕川普啦，说实话，有那么多钱怕谁？有钱就是任性。马斯克就想你再逼我的话，我就申请，我就放弃美国国籍对。而且他的工厂，说实话，
他的这个最赚钱的工厂在大陆啊，在上海，而且他欧洲的工厂在柏林也修好了，他谁怕谁啊？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越是这种人，他越敢讲真话了。可是川普现在啊还没有吭气，还没有吭气。我不晓得川普会不会他那个报复性格又会开始。对。那么如果说啊，他要反咬这个马斯克，不知道会怎么咬法，那么我们就准备看好戏。好，来问申峰哥。这样子，这个所有经营企业成功的人，都会有那个碰轰的个性，而且都会很自大。为什么？因为在他的王国里面，他说了算，你把他 fire 你就 fire 嘛，所以他都有这种为所欲为的性格，两个人都一样。但是呢，到了国家的体制啊，就发现只能严守当严，为所当为啊，不能为所欲为。我们来看看呢，本来在政治里面，权力是相互制衡、相互监督，可是现在美国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文化，那就是宦官政治文化，非常非常的明显。什么叫宦官政治文化？就是一个对权力毫无节制啊，以总统的权威好像什么都可以干的川普。另外呢，一群看着他的脸色就够日子的宦官，那宦官呢，跟皇帝最大的关系是什么？因为宦官只要做一件事，让皇帝高兴，他就有权利。皇帝一左右啊，他狗都不如啊，就是这样子嘛。李莲英多大的慈禧一左右，他什么东西啊？这个就是宦官，所以宦官这个扒住他，那只要组织讲的话都是对的。这个时候碰到一个不必当宦官的，叫做马斯克，因为这些人离开了政治，要一碗饭是很辛苦的。马斯克不要这碗饭，他活的是可以有滋有味的。这就是今天两个人在合作的过程里，我就一直在观看的，这样子成功的生意人的性格。在这个体制里面会出现什么？现在就出现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马斯克跟一群宦官的比较，答案呢不就清清楚楚了吗？第二个呢，我们来看呢，大陆在整个的这个戏剧的产业有几个特色，请各位一定要了解。我也是前几年我才清楚，为什么他可以拍出那么好的片子，为什么可以拍出那么有成本那么高的片子？你知道他大陆有多少电视台吗？省营市营的这些电视台有多少？卫视台有多少？所以一部片子10亿，我靠，那10亿是多高的一个钱呢？没关系，大家全部都来，你这个台负责1亿，这个台负责了几千万，大家就把钱凑资起来。失败了风险分担嘛，成功了就按照出钱的比例来决定你上映的顺序，而且可以不断的上映。所以中国大陆今天收人才不缺人才，因为各省市啊都有这种演技戏剧学院的，那是非常的多。而且你可以看到他们演戏的水准不错，因为大部分是科班出身的。那人没有问题，资金没有问题，风险没有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各位可以看到大陆还有一个东西不断在兴建了，这个就是影城啊。以前我们只知道有一个叫做横店了，现在不得了啊！现在有影城的地方那多得很，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它产生出来的产品，很抱歉不要说宝莱坞啊，可能连好莱坞将来都没有办法向它能够提供这么多的产品。你去看《长海传》，《长海传》最大的特色，第1集开始就是英文字幕，你知道他准备干什么的，已经很清楚了。更重要的。中国大陆也展现一种软实力啊，这个软实力就是什么？就是透过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剧，然后让全世界看到，原来中国几千年以前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文明的社会。今天我只不过再回到那个原点而已嘛。希望你们有什么好叫的，你们只是在那个中古世纪的时代是不可能相比拟的。好，来问舰长。刚刚主持人有特别问一句话也就是现在川普政府里面到底是谁在做官？其实这个美国媒体早就有定见、有说法了，就是小丑跟马屁精而已。但是实际上来讲当我们研究组织文化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个组织文化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你建构了一大堆条条框框或者是机制，最重要的是领导人。
你领导人你不喜欢小丑，你不喜欢马屁精的话，小丑跟马屁精呢，很快就变成正常人了。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其实大家都在不断讲马斯克。马斯克最新的，我们如果看到他的这个X 媒体上面，他现在贴的是一个有关于美国的债务啊，然后他只有一个字来形容，scary。很可怕的意思就是什么？他直接直指的，也就是大而美的这个法案啊。可是我们这样子回头来讲啊，大而美法案是不是跟马斯克完全无关呢？那我们这样讲啊，其实马斯克在里面也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第一个，也就是有关于电动车的部分，因为大而美这个法案砍掉了有关于电动车的一个扣税抵免的部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也就是马斯克原来他在干满了这个无给职的一个政府雇员130天之后，他还想继续干。不过呢，白宫的官员跟他讲，对不起，就是130天。那当然新仇旧恨就一起来了。那第三个呢，还有更狠的，因为他希望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也就是 FAA 啊，能够使用他的那个Link， 但是呢，我们这样讲就是 Starlink 啊，但是美国航太总署，对不起，他不想用这一个 Starlink 来进行这个空中交通的管制，那对不起，我的荷包又少了一点钱。最后一个，也就是有关于 NASA 的这一个人选，原来马斯克是建议他的一个盟友啊。那但是呢，现在看来，那个川普已经撤回了这4个理由，所以马斯克也不是像大家想象的真的这么清白。而且呢，当然这些白宫的这一些我们刚刚讲的小丑马屁精啊，早就已经准备后手了。我们看到《纽约时报》他在5月30号他是怎么报道？他说竞选期间啊，马斯克一边毒品泛滥，一边家庭纠纷不断。家庭纠纷不断，我们前几天已经看到了。他们说，有日本的歌手也被跟他有一点关系啊。然后呢，日本的某些歌手还站出来说，我没有。那我们来看看，他直接的告诉了大家，马斯克一共捐了2.75亿的美元啊，那来资助川普。所以商人都是将本求利的，绝对没有付出这些钱。但是呢，我不求回报，没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刚刚讲的4点理由，对照他所提出的这一些政治现金来看的话，其实马斯克也是有所求，但是求不到而已。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马上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看一下这个国会议员，美国的国会议员，这个麦考密克啊，他讲说，哇，现在中国正试图要主宰亚洲，我们需要强大的盟友，是谁呢？他说，没有人比印度更强大，因此呢，这个觉得美国应该要跟印度打好关系，甚至呢，现在连美国的商务部长都跳下来离间啊。那他怎么个离间法？说建议印度要离金砖远一点哦。根据6月3号的报道呢，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他在短期间之内说，美国能够跟印度达成贸易协议表示乐观，同时他也开始对印度指手画脚。他说：“你看啊，这个金砖国家不支持美元跟美元霸权哦，那印度却成为他们的一员，这不是一个对的方式。如果你想要跟美国交朋友的话，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所以还促使印度赶快要离开金砖哦。所以这样的画饼真的有办法吗？那这个能够说服印度吗？结果印度的主播是这样回应的。印度的主播讲说，在这个 X 平台上面他发文，他说不要轻信卢特尼克，他是美国政府黑手党的一部分哦。你们都知道他们在跟谁做生意，所以
哪怕这个美国已经把印度捧上天了，希望把这个印度拉战队过来，结果印度现在还不相信美国呢。那再来看到了这个马斯克的爸爸，看到最近这个儿子很失意嘛，就是好像在这个政府里面哦找不到自己的舞台，结果他给他一个建议，就说不如来印度玩吧。他说莫迪是一个出色的领导者哦，现在印度崛起哦，表示这个世界可以向这个湿婆神学习，所以就建议这个马斯克也到印度来旅行一下哦。那这个现在印度呢，莫迪也有一番话，因为这是他们这个印度的大胜利啊，我们来听一下。सबसे बड़ा और सफल ऑपरेशन है जहां पाकिस्तान की सेना ने सोचा तक नहीं था वहां आतंकी ठिकानों को हमारी सेना ने मिट्टी में मिला दिया。对，印度的胜利呢，来自于他们的这个自信，因为他说呢，印度的军事是人类最强悍的国家哦，就是全世界没有办法跟印度相比拟这个军事上面的厉害之处。你都讲得快笑出来了。我也忍着。好，他说小小的巴基斯坦哦是不值得他去打的。那他还说呢，巴基斯坦的目标是要在48小时之内击败了印度呢。但是印度时报讲说没有，这个8个小时之内呢，巴基斯坦就已经屈服了。那我们看到了新闻，好像也不是这么样的说法啦。那还有这个巴基斯坦的外长也忍不住笑，就说你们印度现在过了1个月才承认战机被击落，是不是真代表就是他们是认真的认输了呢？还是这已经是输到一种程度了？那高志凯我们最近常引用他说这个最近印度哦已经等于说自我催眠到一种程度了嘛。我们来听一下。我接受印度电视的采访，那个主持人说我们印度赢了，不仅打败了巴基斯坦，也打败了你们中国。我说真的是生活在平行世界里边，他把当代的地缘政治就好像是宝莱坞的拍电影一样的拍，那怎么行呢？对，还不止如此，还有我们刚刚讲了，他连美国都赢了嘛，所以这个印度才是这个世界的王啊。那再来看到了这个巴基斯坦这边，这个巴基斯坦总理呢，他们讲说莫迪政府啊，在遭遇惨败之后，仍然在这个舔自己的伤口，情绪很激动，歇斯底里哦。他们一会儿威胁说要开火，一会儿又说要切断水源呐。那我要说的很明白，其实每一滴水呢，都是巴基斯坦人民的权利。如果印度敢有任何行动的话，他们会再次受到教训哦。什么样的教训？就是那个刚买的飞机可能又会有危险。那再来，这个水现在变成了印度跟巴基斯坦的新战场。世界银行的前副行长提到了，他说本世纪的战争是为了石油，下个世纪战争应该就是为了水。近年来其实也看到印度跟巴基斯坦哦，也不断在这个水资源上面争夺，产生了一些冲突哦。那巴基斯坦也威胁说，就是你印度拿水做文章，但是你要想想啊，如果中国大陆切断雅鲁藏布江的水的供应，你印度是不是也应该要担心？真正的上游可是在中国大陆那边呢。首先我们来问一下谢老师怎么看？其实印度哈，真的，我去过很多次印度啊，那我觉得他们现在的反应哈，一点都没有出我意外，而且还没完呢，还会再讲说我们是全世界最强悍的国家这一类的，庆祝到年底了。会一直讲，他们会一直这样弄下去。那其实我听到那个莫迪讲说，印度是是印度军事全世界最强悍的国家。这个我不晓得，我只知道印度这个国家是全世界我去过最脏的国家，真的脏的不得了。那个满街的垃圾，你到哪就街上旁边就是垃圾，对，然后到处都是怪味道，然后这个走在街上那种蓬头垢面的人非常的多，然后这个你到这个离开城市的那个马路边你看那个马路上面有汽车，有行人，有卡车。有牛车，有马车，然后呢，脚踏车、三轮车，什么都有。而且这些动物呢，马车啊、牛车，就随地都是在排泄，所以就是这么脏一个国家。所以我住在印度的旅馆他们去的说，你绝对
你那个我们住5星级旅馆，他说你洗澡的时候千万不要水溅到嘴巴里面去哦。对，你溅到嘴巴里面你就上吐下泻哦。旅馆呢，5星级旅馆啊。然后呢，刷牙你一定要拿矿泉水，然后街头的东西你都不能吃，这就是印度啊。他们不是很多人不是活在21世纪，他们很多人是活在17世纪。你到那个乡下去看，还有那些印度这种高等印度人以外那个低等印度人，你去看他那个贫民窟啊，你世界上你真的没有看过那种建筑，就好像蚂蚁窝一样。然后那个在路边那个贫民窟搭的那个帐篷啊，那真的你真的会叹为观止，所有东西都拼凑在一起，就是跟垃圾堆一样。然后那个人民啊，就是面无菜色，眼神呆滞，就满街都是啊。我不会夸张的，我一点都没有在夸张印度。那可是他们的领袖常常就说，我们是全世界最强悍的，我们是世界第4，我们已经超越德国，我们超越日本，哇，不得了了。可是这种国家就变成就是说，他也自己相信是这样，可是他就不能经过考验，一考验就垮掉了，对不对？他们在1962年那个时候一直去挑衅中国大陆军队，当时大陆就说那只好打了，军队一下来把他俘虏是几万的俘虏啊，而且直接要从这个喜马拉雅打到他新德里啊，就这么快。对，那你看他跟这次跟巴基斯坦打。他人口是巴基斯坦多少倍？军事预算是巴基斯坦多少倍？上去了一共140几架飞机，结果他就被打掉6架，巴基斯坦1架都没有。这就是嘴巴硬没有用啊！你知道一考验就是这样啊。那所以我觉得巴基斯坦这个戏还有得演的，他会继续叫嚣，继续用嘴巴来他不是用精神，他是用嘴巴来赢别人。什么都赢不过别人，就是嘴巴赢别人。永远的赢家。盛峰哥，世界有印度，人类有欢乐，企业家有泪水，大概就是印度。所有去印度投资的，你会感到什么？印度的汽车工业早就有了，叫塔塔嘞，他到今天还是塔塔嘞，就是为什么呢？那个地方啊，就是马斯克爸爸讲的话啊，是。不能因为他生了一个马斯克，所以他的权威，他讲的话都是对。去印度玩 OK， 但是要小心，去印度投资那就算了，因为这是一个很奇葩的国家，他可以在全世界都认定他这一场战争是输的情况下，他可以组8个宣讲团，花600万的美金，然后去干什么？去全世界宣扬他的胜利。我靠！我除了佩服啊，真的佩服。就好像刚刚主持人谈到吧，我看你都快谈不下去了。世界上怎么这么奇葩的一个国家？然后到美国才闹了笑话。他说他们这一次打下了8架 F-16，美国说我8架 F-16给你打下来，那我美国有 F-16卖给谁呀？美国简直快疯掉了。你来我这里先讲，我不接待你就算了，你还吹牛你打下了8架 F-16。F-16不就是我美国的吗？那打下 F-16，事实上 F-16连起飞都不能起飞，因为美国有要求，除非你被侵略了，你在捍卫你的本土，你才可以起飞的。所以这样子的奇葩，我们还能干什么？就是到了中美洲去开了那个会，这个宣讲，结果呢，连一个记者都没有来，也在哪一个国家还有个菲律宾记者捧场啊。那是一个只好变成了大家呢印度人的同欢乐会，但是他们会觉得不对吗？他可以用放假10天来庆祝，然后呢，这个莫迪可以穿着一副人模人样啊，在那里诉说他的丰功伟绩。这个国家我们除了把它当作娱乐以外啊，您听听就好了。他所有他说他会做的，是的，他都会做，只是不能用而已。其中我们必须要严肃面对的，能不能用水作为战争的资源？这是违反人类罪的，这是标准的种族大屠杀。我们可以没有汽油，但是不能没有水，甚至吃东西都可以稍微节俭一点，米换成面，米换成我可以来替换，但是唯一不能替换的叫什么？叫水。
而你把水当作是一个工具的时候，不只是饮用水，连生产的粮食都有问题。所以这个的情况啊，印度也不要嚣张啊。据我知道，现在中国大陆现在努力的也在帮助啊，这个巴基斯坦盖了几个水电站啊，那个现在在陆续成功了之后啊，到底谁恐吓谁都不知道。但是在联合国里面早就讲好，不能用水资源作为战争的工具嘛。但是印度这样做了，整个西方就像瞎眼一样啊，不敢讲，因为他们的印太啊，印太没有印度哪来的印太呢？所以被绑架了。好，来文舰长。水对于人类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产业来讲也是如此。那之前印度一直抱怨中国大陆在雅鲁藏布江上游啊盖水电站，那也就是盖了水坝来发电啊。那我们台湾的中央社呢就跟着一起起哄啊，然后讲说会影响印度跟孟加拉。那其实呢直接讲到的，也就是墨脱的上游雅鲁藏布江的这个位置，也就是我们对应下面这张图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水坝的确切位置，这个叫做藏木水坝。然后这个水坝他们一直在强调，如果中国大陆把它关闭的话，那个有关于这个藏南啊，或者是他们的东侧的领土啊，甚至孟加拉就没有水了。其实中国大陆从来就没有这样做过，那唯一的就只因为他这么想，所以他才这么讲啊。那我们刚刚讲到啊，也就是现在到底有多少个水电站？除了我们刚刚讲到有关于在这个中国大陆境内的藏木水坝之外，其实真正为难这个巴基斯坦的，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萨拉尔水坝跟巴格利哈尔水坝，其实这一个都是在这个奇纳布河的这一个上游啊，而且呢，最上游是巴格利哈尔水坝，巴格利哈尔水坝放出来的水呢，它会直接汇聚在萨拉尔水坝，所以他们把这两个水坝关了，我们就看到下游的有关于巴基斯坦就没有水了。也就是说，这一个印度其实跟巴基斯坦在1960年代透过了世界银行啊，直接签署了印度河水协定。但是呢，自从到了今年的5月的时候，这个协议已经不存在了。那我们来看啊，果然就是啊，那个海内存知己，天涯6比0啊。就是要知道到底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莫赫曼德水坝啊，那它其实它的上游呢，在中国以及阿富汗境内，所以你印度为难不到了吧？那现在这个水电站呢，正在进行这个水泥浇筑。那水泥浇筑的过程，它也不能赶。为什么？因为它赶的话，它的水泥未来会产生裂缝。不过，中国大陆已经在可行的工程范围之内加速施工，让这个巴基斯坦不再受到印度的威胁。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泽伦斯基是不是又有一搏？因为传出来，克里米亚大桥啊被乌军给炸了呀。那这个消息呢，我们来看一下，它是在水下埋了1.1公吨的炸药哦。那乌军3炸连接了这个俄乌领土的克里米亚大桥，在当地时间3号的清晨4点44分来引爆，严重损坏了桥墩的底部结构，也就是向俄罗斯传达战争持续的这样的一个讯号哦。那这次是利用呢这个无人潜航器在水下引爆，就试图要破坏桥的这种水下的支撑结构。乌克兰的安全局呢，他们讲说这个行动他们筹备了很多个月哦，所以他们是以特工来进行这一次的特别行动。那另外呢，泽伦斯基也有重组这个乌克兰的军方高层，他说要更聚焦在跟俄罗斯的战斗。所以双方不是才
和谈的第2回嘛，虽然说这个谈的好像有一点很快速的结束了，草草结束了，但是怎么也不至于说突然就变成这样子升温的一个态势吧。泽伦斯基说啊，现在是要提升前线作战能力哦，因此呢，就才有一些这个军事上面将领的高层调整。那还有俄罗斯现在在追气，之前就是这2天造成的这个大规模轰炸机的一个轰炸行动哦，他们说这可能是一个前 DJ 跟这个女方哦，这一对夫妻档，女方是什么情色小说的作家哦，他们可能有参与到这一次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空军基地的袭击行动。那再来 CNN 有报道，他说这个乌克兰无人机大规模袭击俄罗斯哦，那这其实这个行动可能也损害了川普啊，让川普的公信力是岌岌可危。本来川普是讲说啊，能快速解决俄乌战争，但是现在看起来，川普已经变成在旁边这个场外旁观了，因此他的外交政策基石也受到了动摇。那美国的前国防情报局局长呢，他说泽伦斯基现在呢，这个袭击行动其实看起来短期好像出现了一些战果，但是后果非常严重，因为这个核轰炸机露天摆放其实是一个大国之间彼此信任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嘛。那可是你针对这样的一个公开摆放的这个核轰炸机进行这个袭击，恐怕会让全世界付出长期的代价。接下来难道要改变这样子的一个互信措施吗？那另外，泽伦斯基的幕僚长他也讲到了。这个2轮谈判才刚结束，其实他们就立刻前往到华府就是要跟美国继续来商讨，讨军援，然后另外一方面希望美国在对于俄罗斯有新一波的制裁。北约峰会，泽伦斯基也说他们有被邀请会去参加，可是这个北约峰会是不是可能会？就是美国，因为他是反对泽伦斯基出席的，但泽伦斯基还偏要去，这样是不是也会使得美国更加不愿意继续在援助乌克兰呢？那还有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现在也让川普的这个金琼计划出现了一些争议讨论哦。那这个智库就是海军分析中心的无人机专家班德特他就表示人们开始发觉到无人机对于美军基地的威胁所以呢有众多的这个飞机的露天停放的这样的一个大型军事基地而言，这一次乌克兰袭击的教训恐怕这一类攻击会随时降临，而目前美国的基地是没有办法防御这一类的威胁的。美国媒体也讲说川普现在暂未评论乌克兰这一次奇袭，但是川普的支持者怀疑背后动机并不单纯。五角大厦的前高级顾问呢，他就警告这场袭击可能会增加俄罗斯跟北约直接冲突的风险。那现在还有这个川普也有发文他说美国现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储备武器，不发文还好，一发文人家讲说这是不是代表你弹药库空了，所以才需要用前所未有的速度来赶快准备呢？因为五角大厦在去年的时候就承认，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其实暴露出这个美国军工复合体一系列的问题比方说在维持重建或是增加美军武器的储备都有困难，这已经威胁到华盛顿自身的军备状况所以看起来好像美国自己本身弹药库也已经挺空的了。那还有呢，这个美国驻叙利亚的这个特使他讲到了，美国现在已经在削减叙利亚的军事存在了现在只保留一个，是不是有一点想要急着回防的动作呢？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对，这次这个乌克兰他在这一波的攻击里面看起来都是什么？都是属于恐怖攻击，不是正式的这个正规军的这种打法，他都是用奇袭或者说用特勤人员的方式来打这场战争。这种战争的打法，你要说他会不会让对手感觉到恐惧，而最后跟他谈和，看起来机会不大。你炸掉一个桥墩，你认为会影响俄乌战争的大局吗？是不会的，反而很可能会招致就变成说这个俄罗斯也可能回击，他不需要找特工，他也不需要筹划太久，他就直接靠他的这种什么伊斯坎德尔导弹一次就把你的重要的军事这个所谓
民用基础设施把你摧毁掉。对，那你乌克兰没有这样子的民用基础设施吗？应该也很多啊。所以另外一方面，就这一次的这个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的军事基地啊，空军基地的一个部分，我想基本上你说要对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产生多大的这个摧残，那未必，因为这些都是老飞机，都图95啊、图22啊。这些都是冷战时期的飞机，然后它最大的作用其实倒不是对俄乌战场产生任何威慑，而是对美国产生空机的这种核子武器的威慑。所以你如果说俄罗斯都开始用图95的话，那用到俄乌战场的话，那这个问题真的很严重了。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这种有一点，我认为它是用一种心理战，另外呢，它展现它继续跟俄罗斯缠斗的决心啊。因为这个决心会影响到欧盟各国对俄乌战争是否继续给予各方面支持。如果说今天乌克兰它这个有一点气馁的话，我想那退得更快的是欧洲了。对，本来欧洲就是一直叫你们上阵去上擂台去打的，然后你要打得像话，你要愿意打，他才会给你钱，给你武器。但如果你现在自己本身有打退堂鼓的话，那我想他后面的后援会跑得更远，而且欧洲现在自己状况也不是那么好。那么不过对美国的部分的话，我觉得不管泽伦斯基怎么做我觉得川普对于俄乌战争他是心意已定。第一个，你乌克兰你要打的话，那你就拿钱来跟我买武器，没有什么援助的问题了。另外一个就变成说他是希望不要打，所以任何一方发动主动攻击的话，其实在川普的角色来都是破坏他的大局。因为他的整个战略构想是把俄乌战争停止，然后呢，他跟普丁之间建立一个新的美俄关系，来制衡快速崛起的中国大陆的力量，这个是他的大局观呐。所以你今天泽伦斯基也好，你不断的在战场上你炸掉这个桥，炸掉那个几架飞机，对川普来讲，我觉得他是从负面来认知的。不会说你打得好，那拜登会拍手叫好，可是川普不会，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俄乌战争既然这个乌克兰打到今天还要继续打的话，那这件事情的话真的是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了。对，那你知道这一次前天在这个土耳其的俄乌的谈判，你知道俄罗斯要还多少具尸体给乌克兰吗？6000具。战场上的尸体那另外还要换服，所以这么多的尸体都是一个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都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我觉得政治人物应该还是要理性看问题，这个战场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有把问题丢给人民，用人民的血跟这个生命来换，那其实是很可悲的一件事。好，舰长。俄乌战争已经发生了3年多，那绝对不是只有这6000具的一个尸体那也就是说，乌克兰一直讲说他的阵亡的官兵也大概就是不超过5万，你相信吗？现在交换的就6000人。那至于说我们必须这么说也就是现在这个俄乌战争的确开启了一个新作战的新样态我们看到这是刻赤大桥，这一次被撞到的也就是这个位置，到底现在这个刻赤大桥还刻赤海峡上面的克里米亚大桥还能不能正常的载重？那其实我们并不知道。那当然了，又有很多人会讲说，哎呀，这个无人水下载具棒棒可是大家有想过吗？它到底是怎么样导控的？频率是怎么样分配的？这个才是无人载具的重中之重，不是可以飞、可以走、可以游就可以当做无人载具。到时候你的频率会互相干扰的那另外呢，我们讲到这一次其实被打到这么惨我们有一个对岸可以看这个也就是我们看到在4月初的时候。在迪亚哥加西亚岛上面有6架的这一个B2 轰炸机，它明明后面就有这一个具有空调的
机保它为什么不进去？这个就是因为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的相关规定啊，也就是为了要让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你的这一种那个核战略的战略轰炸机到底在哪里？那你必须要露天存放。那这是这一次为什么俄罗斯的这个战略轰炸机之所以露天然后被攻击的原因。现在既然乌克兰已经破坏这一局了，也就是相关规定大家都不顾了，那其实未来也就是不要讲别的，也就是美俄这两国啊，他们的战略轰炸机到底是发展到什么地步，大概也没人知道。不过这样子讲啊，我们回头看一看我们台湾的机保长成这样啊，这不是我当爬墙党的照片啊，这是从网络下载的，这里有证明啊，不要等会就把我移送法办了。那但是呢，我们看一看我们这个机保的厚度，而且前后是没门的，我们看一看中国大陆的机保，它不但有门，而且它的厚度远比我们厚得多。我们要因应未来无人机的攻击，真的准备好了吗？好，来问申峰哥。这样子，这个俄罗斯很奇特，当他面临绝境的时候啊，他总能翻身。所以像二次大战也好，或是像苏联的解体，他总能翻身。可是当他得意得势的时候啊，他总是拉胯，他就是很有趣。所以呢，这个一旦没多久的时候，那个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啊，就被干掉了啊。那今天呢也一样，机场就被揍了。这些的做法很爽，乌克兰爽一时，要付很高的代价，因为这些都改变不了他的战局，改变不了他今天的命运，但是增加了今天俄罗斯可能可以出手的更正当性。今天战争战到现在，基本上民用的设施是没有被攻击的，所以电照通，水照喝，网络呢照连。那假若今天你可以如此的对待我，用这样的方式，那我用更尖端的方式来对待你，又会如何呢？更不要忘记了，俄罗斯的法律里面规定得很清楚一件事，那就是当有永和的国家去支持任何一个人来对我行使核攻击或者和其他相似攻击的时候，就像战略轰炸机，我就有资格对你实行核战争。这是他的法律所规定的。那这个规定就是告诉大家说，我们打归打，我们不要碰这个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发生的时候，泽连斯基跳出来说：“不，只有我，只有我。”因为假如背后有欧美这些国家的话，那核攻击的道理就可以出现了。那问题就来了，就是这一个之所以在外面容易被你打的原因，那是因为大家有协议的规定。为了人类的一个安全，所以把战略轰炸机大家都摆在外面给大家看，我没有起飞。你利用的全世界要维持和平的一个想法，你去出手去攻击，这个是你的聪明、你的智慧，或者是你的拙劣呢？这个带来的一定是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搞不好从此以后，战略轰炸机的改变会改变了人类，或者会改变了俄乌战场。不要忘了，不管克里米亚大桥也罢，不管莫斯科号也好，不管今天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办法改变今天乌克兰的战局。乌克兰最大的错误就是你听美国去搞的这一场战争。